岸田文雄否决反华议案，抗议美国重击安倍，中日建防务热线。那么这是什么信号？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先少。最近一段时间，安倍晋三跳得很高，在反华的道路上是越走越远，甚至说出了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也等于美日同盟有事。安倍呢还表示，日本不能眼睁睁地看着美军介入台湾去送死，要日本自卫队与美军一起介入。安倍的嚣张表态还引发了中国外交部的强烈反应和强硬交涉，而安倍在回应时呢，更表现得非常的满足。他在首相位置上待着的时候，虽然谄媚美国，但是呢，并没有表现出特别疯狂的反华举动。那么下台后，他为什么变得如此的疯狂呢？首先，他在台上不敢说、不敢表露的一些心里话，现在下台了，就可以肆无忌惮的说出来了。反正他也不可能再竞争首相的大位了。另外呢，安倍如此做也有与岸田文雄内斗的一面，他的意图就是裹挟日本的外交政策，让岸田文雄对华呢更为强硬，从而达成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但是岸田文雄最近呢也开始发飙了，给了安倍晋三一记重击，甚至呢还公开怒斥美国，同时又推动与中国建立防务热线，这就非常有意思了。岸田文雄给安倍的第一记重击是所谓的安倍口罩。当地时间2021年12月21日，岸田文雄向记者表示，要经过检测发现，约有 15% 的安倍口罩属于不良品。考虑到管理费用开支过大，日本相关部门决定丢弃仍在库房内存放着的安倍口罩。那么所谓的安倍口罩是指在安倍任期内紧急采购的一批高价口罩。岸田文雄的指责不仅针对的是安倍口罩，更是针对安倍本人。岸田文雄给安倍的第二记重击是揭开日本 GDP 注水的伤疤。安倍经济学曾经被认为是挽救日本经济的良药，但是事实证明这剂良药是无效的，已经失败了。岸田文雄承认日本存在注水的情况，并强调呢必须改正，这可不是自己揭短，而是在揭安倍的伤疤。毕竟到目前为止，岸田文雄上任才仅仅只有几个月，而这些现象在安倍政府时期已经存在了很多年。岸田文雄给安倍的第三记重击是否决其反华方案。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曾经多次叫嚣要对中方进行制裁，甚至还和许多日本议员一起在议会上提出了一项名为对华谴责决议的议案。但就在近日，这项议案被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拒绝通过。岸田文雄最近呢和美国之间的关系呢也产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最近驻日美军接二连三的爆发新冠疫情，这些聚集性的感染呈扩大的趋势，已经有200-300名美方人员被确诊，并且波及多名日本雇员。不仅如此，那些爆发了新冠疫情的美军营地的官兵，在此严峻的时刻依然不管不顾，不戴口罩四处乱逛，到酒馆喝酒，乘坐出租车，从而给当地扩散新冠疫情带来了潜在的危险。东京广播公司电视台报道说，岸田文雄罕见的暴怒，对美方此举的极为不悦，下令向美方严正抗议。在一名首相官邸的官员看来，美方的轻视令人难以容忍。尽管已经和美军做了多次交涉，但是美军的疫情防控依然是松松垮垮，这给当地确实带来了很大的风险。就在这样的一个背景情况下，日本的防务部门最近又与中国的国防部进行了会谈。日方真正希望和中方谈判的内容，并且有所收获的只有一条，
就是中日防务部门海空联络机制直通电话，有望在明年开通。这一举措有利于避免中日双方擦枪走火事件的发生。看出来没有？岸田文雄在中美之间现在走的路线恐怕有点跟他刚刚上台所宣称的不太一样了。而且呢，他以安倍晋三的争斗呢，也可能会愈演愈烈，从而影响到中美、日美和中日关系。如果加上韩国特赦朴槿惠，中北亚局势看起来还真的有点诡异了。现在看起来呢，日本的政坛内部并非铁板一块，他们之间有矛盾、有竞争，我们一定要睁大眼睛，做出正确的选择。那么日本政局未来的走向将会如何变化，值得我们密切关注。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